你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，正在让你整个上午的咖啡因几乎全部失效。不是咖啡的问题，不是品牌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。90%的人喝咖啡的时机，恰好是咖啡因效果最差的时候。你以为你在提神，但 Bruce 博士有一个比喻，就像给一个刚服了可卡因的人递一杯淡茶，没用的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，另一半是你其实可以让同一杯咖啡多撑你4个小时。今天这期视频3件事，为什么你每天第一杯咖啡几乎都是在浪费，背后的生物学原理一旦明白了，你会觉得自己过去喝咖啡的方式简直是在开玩笑。一套早晨的正确顺序，从睁眼的第1分钟开始，帮你把一整天的精力拉满。还有你晚上可能每天都在做的几件事，正在悄悄摧毁你明天的状态，只需要改一个时间点就能完全不同。这些来自 Michael Breus 博士，临床心理学家，美国睡眠医学委员会认证专家，奥普拉脱口秀常客， WebMD 首席睡眠顾问，畅销书 Sleep Drink Breathe 作者，职业26年。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准，你不是睡眠不好，你只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你的身体。先说那个你今天早上大概率已经犯了的错误，起床之后立刻喝咖啡。很多人眼睛一睁开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按咖啡机，但这个时间点是你一天里咖啡因效果最差的时候，原因是皮质醇。你的身体在早晨醒来时会自然分泌大量皮质醇，这种激素的作用就是让你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，是你身体自带的提神剂，而且效果非常强。这个分泌高峰大约持续到起床后60到90分钟。在这个窗口里喝咖啡，就是在皮质醇峰值的时候叠加咖啡因。Bruce 博士的比喻是，给一个刚服了可卡因的人递一杯淡茶。你的身体已经在全力运转了，咖啡因几乎发挥不了任何额外作用，只是被白白代谢掉。长期在皮质醇高峰期喝咖啡，身体会逐渐降低对咖啡因的敏感度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越喝越多，但越来越没感觉。正确的做法只改一件事，起床后等90分钟再喝。那90分钟里困得睁不开眼怎么办？接下来说的这套早晨程序就是答案。但在讲那套程序之前，你必须先明白咖啡因到底是什么，只有明白了这个，才能理解为什么下午的某个战术能让同一杯咖啡多撑4个小时。咖啡因本质上是一个骗子，它从来没有给你提供过任何能量。你的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叫腺苷，每一个细胞在消耗能量的时候都会产生腺苷作为代谢副产物。腺苷在大脑里慢慢积累，积累的越多，你就越困，你清醒的时间越长，腺苷堆得越多，困意越强。睡觉的时候，大脑把腺苷清掉，你醒来重新开始积累。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和腺苷极度相似，只差一个分子。这个相似度让咖啡因能够直接卡进大脑里腺苷的受体位置。腺苷想对接，发现位置被占了，对接不上，困意的信号传不过去。但腺苷本身还在，它没有被清除，只是被堵在门外。咖啡因退场之后，那些积压的腺苷会集体涌进来，这就是为什么咖啡因失效的时候，你会比喝之前更累。知道了这个机制，才能理解下面这个战术为什么有效。先跳到下午，说一个你今天就可以用的战术。很多人在下午2、3点会遇到一种感觉，不是普通的困，是那种突然断电般的崩溃，眼皮往下坠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腺苷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正常反应。Bruce 博士有一个专门对付这个的战术，叫拿铁小睡。操作很具体，准备一杯黑咖啡，快速喝完，然后在咖啡因还没来得及进入你的血液之前，立刻躺下睡20分钟。这里的关键词是还没来得及。咖啡因从喝下去到进入血液发挥作用，需要大约25到30分钟，消化、吸收、进入循环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。这20分钟的窗口就是这个战术存在的原因。你喝完的那一刻，咖啡因还没有开始工作，你完全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入睡。在这20分钟里，你的大脑会清除一批积累的腺苷，把受体位置腾出来。然后咖啡因到达的时候，发现受体几乎是空的，精准卡位，没有竞争，效果最大化。2个叠加 ，Bruce 博士说可以保证4个小时的清醒和专注。他给几乎每一个找他咨询的 CEO 都用过这个方法。什么时候用？下午遇到精力断崖，但当天还有重要的事必须保持状态。
下午2点之前做，不会影响晚上入睡。回到那个问题，等90分钟，困得睁不开眼，怎么办？答案是这套程序，3个15。睡眠本身是一个脱水过程，你每晚仅仅通过呼吸，就会流失将近1升的水分。早晨醒来，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。这时候，如果第一件事是喝咖啡，咖啡因是利尿剂，会让你进一步失水。Bruce 博士的比喻是，你的身体已经像一颗正在变干的葡萄，你还要往里倒利尿剂，继续把水分逼走。结果不是提神，是让大脑在脱水状态下运转，思维迟钝，注意力涣散，然后你以为是睡眠不足，其实是缺水。他给所有患者开的早晨程序叫做3个15。起床后先做15次深呼吸，户外最好，窗边也行。不是正式冥想，就是有意识的让呼吸系统从睡眠模式切换过来。然后喝15盎司的水，大约400毫升，1大杯。先补水，再考虑任何其他东西。然后待在阳光里15分钟。早晨的阳光会触发眼睛里一种叫黑视蛋白的感光细胞，向大脑发出信号，关掉褪黑素的水龙头，同时启动一个整整14小时的倒计时器，决定你今晚几点开始犯困。这15分钟是你一天生物钟的校准时刻。3件事可以同时做，站在窗边或阳台上，做深呼吸，手里拿着水，加起来15分钟，然后等到90分钟之后，再喝你的第一杯咖啡。下午2点之后，停止咖啡因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，我下午喝咖啡照样睡得着，但影响不是睡不睡得着，而是睡眠的质量。咖啡因的半衰期是6到8小时。半衰期的意思是，你喝下去的咖啡因6到8小时之后，还有一半留在血液里。如果你下午3点喝了一杯咖啡，晚上11点去睡觉，你的身体里还有半杯咖啡因在运作。它不会让你睡不着，但会压制你的深度睡眠。你在床上躺了8小时，但真正恢复性的睡眠只有一半。醒来觉得没睡够，多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又睡不好，然后又多喝，这个循环，很多人已经在里面转了好几年，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下午那杯咖啡上。你把白天的咖啡因管理得完美无缺，90分钟后才喝，下午2点截止。但如果你晚上做了接下来说的这2件事，你等于是亲手把白天所有的努力清零了。先说酒精，很多人喝酒是因为它帮助入睡，喝2杯，身体放松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但这个入睡是被麻醉，不是真正的睡眠。酒精会直接摧毁深度睡眠，而你的大脑有一套类淋巴系统，负责在深度睡眠时清除大脑里的蛋白质垃圾，包括和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。酒精摧毁深度睡眠，就是在阻止这个清除过程。长期如此，影响是累积的。Bruce 博士不要求任何人完全戒酒，他自己喝波本威士忌。他只给一套减害协议，每喝一杯酒，同时喝一杯水。睡前3小时停止饮酒，把饮酒时间控制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之间。这个窗口是你身体代谢酒精效率最高的时候，是生物钟决定的，不是巧合。最后一件事是很多人完全没想到会影响睡眠的东西，不是酒精，不是咖啡，是晚饭。睡前3小时停止进食。核心不是热量，是心率。消化食物需要大量血液供应，你的心率在进食之后会上升，而进入深度睡眠需要心率降到每分钟60次以下。如果吃完饭2小时就去睡觉，心率还没有降下来，大脑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睡眠。Bruce 博士举过一个很直观的例子，有位主持人睡前吃了一块曲奇饼干，第二天看心率数据，发现心率整整2-3个小时维持在70-80次，远高于平时。就一块饼干，那晚的深度睡眠几乎全部消失。糖分还会直接减缓褪黑素的生成，让你更难自然入睡。晚饭提前，睡前3小时不再进食，这一条带来的睡眠质量提升，很多人在第1周就能感受到。第一杯咖啡喝错了时间，起床后等90分钟，等皮质醇自然下降再喝。早晨先做3个15，15次深呼吸，15盎司水，15分钟阳光，然后才是咖啡。下午2点后停止咖啡因，晚饭3小时后睡觉。如果喝酒，一杯酒配一杯水，睡前3小时停。如果今天早上你已经起床就喝了咖啡，没关系，明天开始。就这几个时间点，
不需要买任何东西，不需要改变喝什么，只需要改变什么时候喝。觉得有用就点个赞，让更多每天靠咖啡续命但越喝越累的人能看到它。下期影片，我们来说一件更颠覆的事，你是早鸟还是夜宵，不是你选的，是你出生的时候基因就决定好的。而且你现在的作息很可能和你的基因完全相反，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是你在和自己的生物钟对抗。我们下期见。